废物，别装死，还以为自己是长公主呢！你现在就是最下等的贱奴，赶紧给老子捆起来！没想到我们眼高于顶、不可一世的长公主，为了不被流放，连装死这种事都干得出来。裴剑，公主好像真的没呼吸了。好冷。我不是和异兽皇同归于尽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裴静，别忘了，是本公主换了你的命。没有我，你还在醉奴营刷公桶。奴，不干我！这么苦的药，本公主怎么喝？以后你再敢把这种东西端到本公主面前，我就亲手砍了你。水路图正好擦鞋底。陆石，你不是司空长了，这双手只能化我。吃吧，赏你的。懂得低头，我就放你出来。给太子妃唱曲了，忘了自己是谁的人。这种恐惧又憎恨的眼神，可真是让人身心舒畅。全大药都觉得我是荒淫无度的妖女，可那又怎样？我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长公主。陛下圣旨到，秦昭荒淫无度，为了一己之私通敌叛国，判其超府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流放？太子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赢了？只要本宫不死，迟早将你千刀万剐，丢弃魏州。既然原身的这条命我接了，那原身的债从今天起我替他算，欠我的、欠他的，我都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空间和房车，他们也跟着我一起穿过来。在末世，我可是异能军统领，唯一的全系异能天才，现在却只剩这一丝能量。所幸空间还在，改装房车也在，这就够了。公主殿下，您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祸害1000年，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死了？这8个面首各怀心思，想来都是原身做的孽。现在好了，全成了我的烂账，我该怎么处理他们？要不全都杀了？哟，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莫不是装死蒙骗本官，想偷偷逃走吗？看本官怎么收拾你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怎么，你还想对本宫动手不成？本宫就算是被流放，那也是皇室血脉，谋害皇嗣，你有几个头够砍的？好，本官不碰你。本官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活着到流放之地。他真的还是以前那个秦昭吗？秦昭何时有了这么强的武力？不好，暴风雪要来了，咱们快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雪。这些罪人呢？管他们干啥？反正他们也逃不到哪儿去，都是戴罪之人，死了也活该。咱们先走。废物，跪在这想死啊？没看到挡住本官的路了吗？再这样下去，这8个人一个都活不到明天，终究是原主亏欠他们的。那我就救他们一次。都闭眼。你又想出了什么手段折磨我们？这里是流放路上，不是你的公主府。我叫你闭就闭，再废话，本宫在这儿就办你。不知羞耻！那是什么东西？乌郊野岭怎么会有房子？这房子看起来好特别，是何材质？还不都进来？愣在外面等死吗？你究竟是谁？当然是你的主人，也是能救你的人。进不进来你自己选。热的，这地是热的。这怪房子里面比长安城的暖阁还暖和。这光也比烛火亮太多了。墙壁的材质根本不是我们大妖的东西。这座凭空出现的怪房子能让我们躲避风雪，这太神奇了。殿下，这是您变出来的车吗？
我们可以一直住在这里吗？你早就藏着这种宝贝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？你们太吵了，都给我闭嘴，先治伤。别碰我！你以为本公主很想给你治疗？要不是怕你拖我们后腿，你就是冻死在雪地，本公主都不会管你。不该问的别问，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。把伤口都露出来。好了，这世上没有一种药能有这种效果。殿下，您以前在宫里怎么从没用过这种手段？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管好你们的嘴，今日之事如果透露出去一丝一毫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命。里面的人出来！你们私藏邪气，天理不容！赶紧滚出来受死！殿下，外面很危险，你还是先别出去了。不出去，难道在这里躲一辈子？放心，本宫不会有事。要死的，只会是想害本宫的人。这怪车里面肯定藏着不少东西，还有这几个男人，擦干净了竟如此俊俏，都一并带回营里归老子了。我的人，凭你也想碰？你们谁想过来，大可以试试，看看你们的骨头够不够硬，能不能扛住本公主的10万伏特强电。这怪车带着妖法，我不敢过去啊！那个视我们为蝼蚁的刁蛮公主，也会为了护着我们挡在前面吗？殿下，他们真的不敢动了。修习妖术，意图谋反，老子今天就替朝廷砍了你，看你还敢不敢使这些邪门歪道！都给我上！谁不上，我先砍了谁！退后！别管我，我没事。你闭嘴，少和本公主废话。这就撑不住了，我还以为多能打。他之前中的寒毒发作了，公主的能力恐怕还不足以根治他。裴静，你别睡，本公主叫你别睡，有本公主在，你不会死。他的寒毒早就入骨了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治好的。我现在能量不够，只能暂时给他止血。你在这里守着他，我出去找那群杂碎算账。这怪车乃是妖邪之物，我看公主殿下还是赶紧交出来吧。妖邪之物，本公主倒是觉得这是能要你命的神物。伶牙俐齿，就算你不把车交出来又怎样？本官就不信你手底下的每个人你都能护住。本宫说了，我的人你碰不着。果然是妖术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！就你们这点本事，也敢在本宫面前动刀？你等着，本官这就去禀报太子殿下，妖女你跑不掉的！殿下，您歇一歇吧。他心脉一直在变弱，我若是松手，他马上就会死。现在他心脉是稳住了，但寒毒还在。他的寒毒怎么才能根治？千年雪莲，要雪域深处断崖里长的那种，那药可解百毒，是裴静唯一的活路。去哪儿能找到千年雪莲？千年雪莲树木稀少，很少有人知道位置，我也不知道。千年雪莲是吧？我记住了。裴静，你又欠本公主一条命。裴静能打，苏婉慈有脑子，沈无药懂医，陆氏会看地形，楚生善计，小气忠心，沈玉腿脚快，阿古力气大，倒不如把他们收为己用。大人，那秦昭如此折辱我们真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当然不是，
太子殿下刚刚传信过来，说不必再留着秦昭的命，他不能活着到流放地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这秦昭实在太过诡异，我们恐怕打不过。这高原上都是狼，还时常雪崩，他秦昭能打得过几个人？还能对抗天灾不成？我们只管等着收尸报信就成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的头快要疼炸了！这里空气太稀薄了，我胸口都闷得喘不上气，而且长期待在这儿，我们的心肺都会永久受损。温度感瞬间没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是啊，外面风雪肆虐，近半年都伤不到我们。裴大人的脸色好像好看多了。靠着我的灵气日夜滋养，总算是暂时压住了寒毒恶化。那是什么？有好多眼睛。是雪原狼群，而且数量极多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完了，是血域狼群，传闻他们是世上最凶残的狼群，而且脑子很活，被围住的人根本活不了。没人能从血原狼群嘴里逃生，我们必死无疑了。那群官兵只顾自保，我们被抛弃了。殿下，狼群冲过来了，我们还是先躲回车里吧。不，这雪域狼群向来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如果不解决掉他们，我们只会一直被困在此处，直到弹尽粮绝，活活饿死。野兽畏光，我先用强光压一波他们的势头。狼群退后了，他们要从两侧包抄我们。你们往后躲，先回房车。都退后，有我在，他们伤不到你们。你醒了？谁让你出来的？快回去！我没事，我还能打。你打我？本宫打的就是你，裴燕，你别忘了，你的这条命是本公主耗尽异能救回来的，不是让你用来逞英雄的。太神奇了！公主殿下的异能不仅能治伤，还能凭空长出植物，这根本不是凡人手段。狼怎么突然退了？难道是怕了？不对，山上出事了！快躲开！雪崩要来了！整条路都被大雪淹了，那些醉流肯定被埋在雪堆底下了，他们跑不掉的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啊！赶紧撤！回驿站，给太子殿下报信儿！太好了，活下来了。外面是绝境，这奇怪的房子里却跟长安城的暖宅一样，它到底是什么？这种东西不是人间能造出来的东西。秦昭她真的还是以前的公主吗？3次了，暴风、狼群、雪崩，每回都是这车兜住了我们。秦昭她好像真的变了很多，变得我不讨厌她了。你们安心休整，现在外面的人肯定都以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可以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。这些人都不傻，在成为原主的面首前，也个个是人中龙凤。我当着他们的面露出房车、异能和物资，他们心中肯定已经有了猜测。
报！长公主一行流放途中，在雪山崖口遭遇雪崩，全员殒命。太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抵达雪域，流放只是幌子，半路灭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不管从前我们是什么关系，你们心中又如何想我，但现在我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。既然朝廷认定我们已经死了，那我们正好摆脱押解队伍，自由在雪域扎根，不用再受朝堂束缚。图谱上的毒草和药材，我大半都认得。我愿意追随长公主，替您分辨路上遇到的植物。朝堂那边的人心算计，消息真假，我来判断。您如若用得上我，只管开口。我也愿意跟你一起，打架的活可以交给我。他以前哪会亲手给人递衣服？不逼着我自己脱就不错。小七从小就跟着殿下了，以后也只想留在殿下身边。我们也愿意跟着公主殿下。从前人人唾骂、人人厌弃的荒唐公主，如今却成了我们所有人活下去的唯一依靠，还真是荒唐。既然你们愿意跟着我，那我也不会亏待你们。救命！谷底有人呼救，我们去看看。救救我！我遇上了马匪，他们抢走了我所有猎物，还活生生打断我的腿，把我丢在这雪地里等死。这片谷底深入雪域腹地，外人进来必然会迷路。只有这种常年进山的本地猎户才会熟知路线，此人值得救。骨折错位严重，再动半个时辰，他的整条腿都会直接废死。我现在异能有限，只能暂时稳住你的伤势，帮你止痛保血。要想根治，还是要医师替你接骨，再用药物静养。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位被流放的长公主。我叫叶寻，我可以跟着你们吗？我是这片雪山的猎户，从小就在山里讨生活，哪里有药材，哪里有凶兽巢穴，哪片山谷是死路，我全部一清二楚。我们刚入雪域，两眼一抹黑，太缺向导了。留他在队伍，对我们前行百里无一害。我们可以带你一起走。我可以带你们避开所有险地，但有一处地方，我必须提醒你们。什么地方？千年雪莲山谷，那片山谷里遍地都是珍稀雪莲，能治寒毒，愈重伤，是我们雪域的至宝。但你们最好别打他的主意。有药，为何不能取？因为普通人根本靠近不了，整片雪莲山谷都被本地土司重兵把守，外人一旦擅闯，格杀勿论。是吗？你这么说，我还真想去闯一闯了。雪莲谷在这条山脊背面，三面都是悬崖，只有正面一个入口。土司已经派兵封入口3年了，不让外人前往。谁靠近就用箭射谁。谷口常驻兵力多少？轮班规律如何？白天驻守10人以上，轮班站岗；夜里在岗的人少一半，但暗处全是暗哨，藏得极深，更难防备。能绕过去吗？能，有一条老猎户传下来的暗缝山道，路特别窄，但能直接绕到雪莲谷后山，避开正面关卡。好，天亮之前我去探一次路，野寻指路，阿古背着野寻。我也去，探路风险未知，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。我也一同前往，
我能协同分析布防。我随行可以随时帮你们处理突发伤势，保证大家安全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。前面就是雪莲秘境，整个雪域只有这里有能压得住裴剑大哥身上寒毒的千年雪莲。山谷内部灵气浓郁至极，遍地都是珍稀药材，资源确实极为丰厚。但这里杀机四伏，藏着不少伏兵，我们绝对不能大意。这地方阴森森的，一点人气都没有，我心里实在发慌。我守在外面，有动静我通知你们。站住！何人擅闯土司禁地？他们人太多了，我的同伴挡不了几下，你们往后退。左边有条猎人走到暗沟能绕过去，但沟底有雾，雾若散了就藏不住了。快走，他们追上来了，咱们分开走一小段，把追兵引开，然后绕到第一条岔沟尽头汇合。万一会不齐呢？会得齐。我看了野寻画的地图，这3条岔沟会通到一个地方。我在这里留个标记，方便大家辨认。陆氏阿古，你们跑得快，走另外2条路，回头我们集合。明白？交给我。殿下，我带你们走密道，这条雪下窄路只有我知道。大家弯腰，压低身子跟着我，千万别出声。都别碰旁边的草，这是雪域毒气草，沾到皮肤就会溃烂，是致命陷阱。还好沈先生看见了，真是太吓人了。应该甩掉他们了吧？别放松，土司兵不会轻易罢休。有马蹄声，人追过来了。洞内之人听着，速速出来束手就擒！他们太狠了，竟然想到用烟熏的法子逼我们出去。雪好大，我喘不上气了，又缺氧又极寒，再耗下去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撑不住的。公主，我体内的寒毒彻底压不住了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一定会带你们所有人平安离开这里。可外面全是精锐兵，我们无路可逃啊！都过来，站到一起。我们出来了。这件神医铁寻次次在败死绝境里把我们捞回来，若非公主殿下和他，我们早就死在雪原数次了。大人，这么久了，里面还没动静，就是有人，只怕也已经熏死了。给我把洞炸塌，把洞口封死，不管里面的人是死是活，都别想出来。炸得这么彻底，里面的人必死无疑。我们撤。这车能扛住这些石头吗？能。这房车前世可是连异兽的攻击都能扛住，区区碎石又算得了什么？天，这么厚的石头雪堆，居然直接顶开了，简直超乎常理，堪称神迹。土司以为我们死了，正是我们浑水摸鱼的好机会，可以派个人混进去探探雪莲秘境内的虚实。叶巡是本地猎户，装成采药人投降，最不容易被识破。我去，我知道他们抓的采药人关在哪儿，也认得土司库房的位置。让他一个人去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这片山，打探消息这件事只有他能办。殿下，查到了，土司的秘密库房里囤积了大批成熟的千年雪莲，还有无数雪域的珍稀秘药，数量极其惊人。这么多秘药，足以彻底根除你的寒毒，还能治好我们全队的旧伤。这是我们的转机，若能痊愈，我必全力护队，再不拖累大家。你神色不太气情，难道出现了什么变故？而且是最坏的消息，这批雪莲秘药根本不是土司堆积自用的，他们今晚就要把品相最好的一批雪莲打包押送进京，送往何人手中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京城。雪域山道仅此一条，车马通行甚险，他们押送队伍必然拖沓。
我们必须半路截下这批雪莲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中间那辆马车防守最严，雪莲应该在里面。人呢？刚才这里守着的2个卫士呢？别动，我不想杀人。妖法，是妖法！雪莲竟然有这么多，是纯正的千年雪莲，裴剑有救了。这是雪域特效药，能治冻伤、化寒毒。看来这土司攒了不少好东西啊！都搬上车，我们先撤。殿下，这批货的押送路线和装货规格，我核转过土司府账册上的数据，他们不是给自己囤药，而是在替京城的人收。谁？这个收件的签押跟太子府管事的手迹能对上，所以土司早就和京城外戚联手了。您被流放是内外勾结的死局。意料之中的事罢了，这笔账我慢慢和太子算。寒毒压住了，至少3个月不会发作了。等我研究研究配出药方，裴剑就能彻底根治了。他们发现押送队失联了，看来我们很快要被全境搜查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赶紧回去报信，告诉土司大人，我们的货被劫了，立刻全境搜查长公主一行人。朝这个方向继续走，明天天亮前会路过一个边关工部划的徭役工地，土司也往那边派过匠人，就是不知道那片工地是否还在用。在用的，我去年路过，里面还关着人。什么徭役工地？铁矿厂，边关弃了之后被土司接手了，里面的匠人大多是流放犯人，也有从别处押来的。快起来，少在这儿给我装死！那是赵哥，工部的人，我以前在图纸上见过他的签押。住手！我当是谁敢多管闲事，原来是个自身都难保的长公主殿下。你们居然还没死，还敢来插手军中徭役之事？官差当众私刑施暴，草菅苦一性命。哼，你们就不怕上头追责吗？雪域边关，天高皇帝远，在这里，我们的话就是规矩。一群流放罪流也敢跟我讲规矩，正好抓回去领赏。我看谁敢动手！他身上有妖法，快散开，别被他伤到！再往前一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头儿，这要挟太吓人，我们不如先撤，回去报信调兵。先困住他们。我派人快马去边关求援，绝不能放这群人逃走。撑住，我能治好你的伤，不会让你死在这里。这车不是大要的东西，朝堂军械、边关奇器，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它。你会冶铁吗？我说的不是寻常打铁，是选矿炼铁、提存矿料、铸造精密气胚的本事。在雪域，金刚比粮食还金贵，是立足的根本。你精通这些？我在工部待了9年，从采矿、涂存、锻钢到成器组装，全程熟练。土司抓我做徭役，就是看中我这身手艺，
想逼我替他撕炼铁屑，扩充军备。那你就留下来吧。我现在缺的就是一个懂炼铁、能铸精密器械的人。你的本事刚好能用得上。我这条命是公主殿下从鞭子底下捡回来的，往后您只要给我一口热饭，一席安身之所，我赵哥此生都只为您炼铁铸器，绝无二心。他去搬救兵了，边关重兵估计1个时辰就到。我们现在就撤。传令兵的信使方向是东，东边最近的边关驻防在100里外，骑兵全速跑1天就到了。够我们走出去吗？不够。如果信已经送出去了，边关的人会连夜整队出发。走左边那条，右边那条看着宽，但雪底下是碎石坡，容易塌。左边窄，但岩层稳，走到底可以绕到山的背面。他说的对，左边这条路可能是以前的矿道改建的，底子扎实。那我们就走左边。前头有一大片草甸，至少30-40个，把路堵死了。后面也有动静，恐怕是那群追兵跟上来了。前面被草甸堵了，后面追兵正在合围，我们被夹在中间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没路可走了。那个地方是凹进去的，能藏人，雪也厚，底下是冻住的草根，踩不塌。我们可以先躲在那里，眼下也没时间选别的了。先躲进去，能藏多久藏多久。他们散了，别急着动，再等1刻钟。那边有人，你们别过来，我只有他们了。你们不许抢我的牛羊！我们不抢你的东西。你的牛羊多久没吃草了？3天，天太冷了，草都枯了，我找不到吃的给他们。草活了，活了一小片，够你的牛羊吃1顿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大概是魔法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河。我的同伴嫌我带着牲口拖累队伍，把我扔在这儿了。你想和我走吗？保你和你的牛羊都饿不死。我跟你走。那2头羊在背篓里还好说，但那头牛犊太大了，又走不动路，得有人抬。谢谢。别走了，有东西在追我们。是雪原狼。我挡在前面，你们快走。7头狼你一个人挡不了。他在跟狼说话。好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真走了？放心，他们不会来了。我告诉他们这边有危险，他们能听懂。你多大了？会和动物沟通？ 18，我从小就在牧场长大，
跟动物打交道比跟人多，时间久了就能和他们沟通了。他那个手势和口哨很独特，我从没见过其他人用，想来他的来历不简单。不管他是什么来历，只要足够厉害，就值得留下。这地方能住人？好空旷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下面有火土，还有血水渗过的痕迹，能种地。能种地，那就能住人。殿下，那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土地了。没错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的大本营。这地方连草都不长，真的能种地吗？咱们怎么活啊？朝廷流放我们的时候就没想过让我们活。这地上看着是死的，但底下却藏着活路。我秦昭从不骗人。先安顿下来再说别的。赵哥，你先进来。云禾把羊带进来，放车尾角落。多亏有这车，不然我们今晚就得冻僵。这地要是啥也长不出来，我们岂不是要活活困死在这儿？确实，房车能挡一时，却挡不了一辈子。他们会担心也难免。不行，我必须让他们知道，我真的能带他们在这荒原上活下去。先吃点东西，我们明天开始清理废墟。不管这地方多么荒芜，既然我来了，就一定能带你们活下去。一路上数次绝境，都是公主殿下护住我们的。我裴剑信你，这辈子也只忠于你。殿下本事非比寻常，他既然敢说扎根，就一定有办法。我信他。殿下的灵气能疗伤控草，那开个荒又有何难？我沈无药愿追随殿下，开荒破土，铸造我们自己的家园。殿下救过我性命，我也愿意跟着殿下开荒。没错，我们一路上所见的神迹不假，我相信殿下一定能让我们都活着。打猎挖土我都能干，我信公主能带我们活下去。口头上说信不管用，我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一遭下去，能从这片土里翻出活气来，他们才会真的打心底里信你。这里到处是血，猎物在哪儿？东南方向有活物气息，是岩羊，有3头。殿下，你闭着眼就能知道哪儿有活物？风里面有气息，呼吸体温，粪便的腐味，所有顺着风吹过来的味道我能读到。原来不止植物，殿下还能控制风，能读到风里的东西。不靠肉眼就能找到东西，你从前见过这种神通吗？没见过。殿下身上的气，不是寻常人能练出来的。我看不透那是什么。前面的石头底下真的有颜良。你手真快，你也不赖，下次采血的时候别这么重，能更快。我是半生黄芪，品相不错，这附近应该还有。殿上才说的风里的气息也包括这些吗？没错，风送来的不止猎物的位置，它也能告诉我药材的位置。风能认路，还能认药，这已经不是世间常理能解释的了。它真的好特别。2头岩羊，1批草药，我们的收获比预想的还要丰富。这些都是殿下找到的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理一理药材，我一个人捆不完。不过殿下，我很好奇，您的本事是一直都有吗？如果是，那以前在宫里您可真是藏得滴水不漏。没有，这些本事我也刚学会不久。反正殿下能找到吃的就行，我只看能不能填饱肚子，别的都不在乎。殿下有这本事，我们以后就不怕断粮了。有东西在靠近，是野兽。
别慌，我来挡住这些雪豹。你们先带着猎物护着殿下回去。殿下，你们先走，我绝不会让您受伤。有我俩在，野兽进不了殿下身子半步。走。我们护着殿下撤退，你们全力御敌。仓房进山，我没带驱兽草药，失算了。我会让风包裹住我们的气息，你们再坚持一下。别乱动。殿下，我这边也破了。伤口这么浅，你再过来，慢点都要愈合了。我给你擦药，别浪费殿下的异能了。你这伤口，我给你上了药粉，静置一会儿就好。今天大家怎么都这么容易受伤？不像我撞跑得快，扑过来也撞不坏。以后我来保护殿下就行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快下山吧。你们进山收获这么多东西啊，我们这几天的吃食不愁了。殿下，今日我们探查了整片荒原，发现最大的难题是找不到水源。没有水源，别说开荒种电，我们自己怕是也撑不了多久。殿下，没水的话，我们撑不了几天的，这可怎么办？冻土封死了地底，靠寻常法子根本挖不出活水来。要不我带队走远些，去远处山沟碰碰运气。房车里囤着粮、药材、工具、种子，可那都是死物。这地方到底能不能活人，就看能不能找到水脉。空间里东西再多，也换不来一汪活水。不用远行，水源就在这片地底下。这土层冻得像铁板，水怎么可能藏在底下？绿光变蓝了，范围比之前大1倍。不只是植物这种活物，水脉也在我感知范围里了。我的异能在慢慢恢复。从这儿往下挖3尺，底下有活水。殿下，万一要是挖空了？不会挖空，你只管放手去挖。千万要挖出水，千万要挖出水！真出水了，和殿下说的一点不差。有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殿下说底下有水，就真的有水。殿下的本事远非我们这些凡人能想象。好水，比我在京城喝过的都甘甜。殿下，您真的把这地救活了。殿下肩颈都僵了，我给您捏捏，放松一下。从前在公主府，您最喜欢我给您捏肩了。不用给我捏。以前您都让我按的，现在却不准我碰您，您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沈玉，你别闹了，让殿下好好歇歇。我去找找有没有能用的石料，垒个灶出来。那我先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能用的地基位置。没不要你，去帮忙烧水吧。好。大家都开始干活了，看来离我回京砍了那狗太子的脑袋也不远。水有了，可没有粮食，我们早晚还是会熬不住。这片土层能种，我们把种子全部埋下去，很快就会有粮食了。殿下，您脸色不太好看，您这般持续耗神，身体会扛不住的。持续偷制灵气太消耗体力了，您先停下歇息片刻，让我们来吧。冻土寒气太重，一旦断了温养，种子根本发不了花。要不我们多翻几遍土，多盖些干草，你也能少费点力气。入夜之后，寒气会翻倍加重。你别为了这些种子伤到了自己的身子。先喝口水缓一缓。地里的粗活，我们多搭把手，替您分担。天这么冷，冻得石头都开裂了，种子真的能长出苗吗？雪域千年冻土，还从来没人种出过粮食。此事听起来实在太过离奇，也就殿下有这般逆天本事了。
你们快看，土里冒绿芽了！极寒冻土居然真的能催生出青苗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有人过来！我乃鳕鱼部落首领之子多吉，这片冻土世代归我们部族管辖，猎场、草场、水源，全是我的地盘。外来人，谁准你们在这儿开荒的？速速离开我们的土地！殿下，他们态度蛮横，看样子要动手，需要我出战吗？先别急着动手，我来交涉一下。我们无意抢夺部族土地，只是偶然寻到地下水源，开垦出一小块田地，想在此安稳落脚求生。水源本就藏在我的地界，你们不过运气好，碰巧挖出，有什么脸站着不走？这水源明明是殿下凭本事找到的，怎么成他的了？一个流放女囚，身边围满青壮男子，我倒想问问，这群人里谁是你的正经夫君？难不成全是供你驱使的男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根本不清楚殿下为人，凭什么无乱诋毁他，竟敢污言辱他？你该死！我等皆是追随殿下求生，绝非你口中不堪之人。我懒得与你们争辩，今日你们要么收拾行囊立刻离开，要么就永远留在这里做养料吧。你们这么多人来这儿，就为了抢一间残土土堡和几块冻土？大药人擅自占我部族土地，按规矩就该杀。你们的青稞已经绝收3年，牛羊病死了70%，库房存粮只够勉强撑到开春。你们不是来夺土地，是走投无路了，来抢活路的。你怎么会清楚我们部族内情？我能帮你们渡过难关，就算是这片冻土，我也能种出青稞。花言巧语的大药骗子，这种谎话我听得太多了，不会再上当了。你给我3日时间，划出一块冻土来让我试验。若是我种不出来，整座青崖堡都归你；若是长出青苗，我们2族在此合作共赢，如何？就依你3日之约，到时若是地里村草不生，我立刻带兵踏平青崖堡，不留一个活口。只留3日期限，会不会太过冒险？3日足够了。冻土种青稞，鳕鱼里300年都没人做成过，殿下心里有几分把握？7分把握。先前我已经种出过青苗，种出青稞也并非难事。我能用异能催发作物根系，但对外只能伪装成特殊的种植法子。只要第一批青稞长成，种子的生命力就会大大提高，就不愁以后了。这是我之前和山里的小部落换来的青稞2种，据说是耐寒能力最好的一批。保后那块坡地日照足，我带人清理平整出来当试验田。我从小跟着族人种青稞，播种深浅、植株菌距我都懂，田里的活我全程盯着。好，赵哥，你抓紧搭建简易暖棚，夜里挡住冻土寒气。叶巡，你多在外巡查，盯紧青族动向，别让他们中途过来捣乱。3日，这是一场赌上所有人性命的赌局。大药人果然只会说大话，我就说冰天攻土，怎么可能3天长出庄稼？3日期限已到，你拿不出青苗，还是趁早认输，把整座青崖堡交出来吧。你别急啊，还没到最后时刻呢。殿下真的能行吗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打扰殿下。长出来了，冻土里面真的长出青苗了。神女降世，公主殿下是拯救我们青族的鳕鱼神女。您灵气耗损太多了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别再硬撑了。还差一点，我必须让所有人都看清，冻土真的能生粮。只要我留在这片荒原，这片死地就一定能长出粮食。这不是什么天降神技，是实打实的耕种法子。你们想学，
我愿意全数传授给青族。3日赌期，是我输了。从今往后，青雅堡归你们安心居住，我们青族绝不再来犯。神女赐粮，救我们全族温饱！神女赐粮！我在末世厮杀30年，浴血求生，从来没人尽我半分。神女赐粮，如今不过是在冻土种出粮食，反倒被这群人奉作了神女。我定下3条同盟规矩，你仔细听好。第一，两族互通物资，青族提供皮毛、山野药材，我们供应青稞2种，开垦工具。第二，共同守护这片红土，若是有官兵、流寇这类外敌来犯，两族联合出兵抵御。第三，互不侵扰地界，你们的猎场我们绝不侵占，招城领地青族也不可随意闯入。盟约我认可，再加地界约定，青雅堡方圆10里归你们招城管辖，10里之外全是我们青族放牧草场。日后在两地交界立石碑划分界限，今日双方亲手画押，盟约才算作数。从今日起，这就叫做招城了。坐北朝南布局，背靠雪山挡风，整日少阳采光足，双层幕墙，中间夹干草，锁温防寒，适配冻土极寒天气。屋顶做倾斜坡面，积雪会自动滑落，不会压塌房梁。冻土太硬挖不动，我先生火攻烤解冻，再夯实地基。这墙也太高了，足足比我高出2个头。尺寸不出差错，房子才能稳固抗风雪。青族兄弟给我们送来了肉食，今晚全员加餐。冻土寒气入骨，大家累了就喝口药汤歇歇，可千万别落下寒疾。这是我们的第1间正经居所，后面我规划再建20间，足够全员安居。殿下，第1碗粥理应给您，您趁热喝。从被流放追杀到翻越雪山绝境，整整过去了3个月。今天，我们终于有了遮风挡雨的屋子，吃上了亲手种下、亲手猎到的安稳饱饭。这片别人眼里的死地，从今往后就是招城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家。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能在冻土过上安稳日子。有人来了，而且数量不少。我们在冻土流浪数月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没想到竟真有人能在这死地上活下来。传言居然是真的，冻土青稞真的种活了，这里真的有屋子住，还有粮食能吃饱。你们想加入招城活命，我可以允许，但招城不养无用之人。我们有3条铁律：第一，城内不养闲人，出力干活才有饭吃，敢偷懒混吃等死，直接驱逐出城。第二，绝不可售卖族人，招城的人是同伴，不是货物，谁敢买卖拐骗族人，一律处死，绝不姑息。第三，招城绝不容忍背叛，敢私通外敌，出卖招城者，即刻驱逐，永世不得踏入此地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铁律立住了，招城的人心和根基才能真正稳固。流放罪公主清昭未死，还在冻土绝境开荒建城，种树青稞，挖出活水，收拢流民，结盟亲族，招城已然崛起，速报东宫。不好了，土司派使者带人过来了。上次土司来人抢走了我们1整年的存粮，还牵走了所有牛羊。他们沿路劫掠村落，稍有反抗就动手伤人。殿下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会不会扛不住？罪臣公主，土司大人命你进贡粮草300担，兽皮500张，否则就踏平你这破城。土司是谁？这片地是我秦昭开荒耕种的，这座城亦是我秦昭带人一砖一瓦建的，凭什么白白给他进贡？招城收留流离百姓，自给自足，从不招惹平人。土司为何无端索要贡品？雪域疆土皆归土司管辖，你们落脚此地，纳贡乃是本分。疆土无主，
能护住生民者方能占土。那狗屁土司没资格向我索取分毫。你这条贱命捏在土司手里，你竟敢对土司大人不敬！你伤口还没好全，莫要用力拉扯。无妨，谁再敢往前一步，死！守住两侧，别让他们靠近殿下。你敢动手伤土司的人，就不怕土司的大军踏平你们昭城吗？滚！你们这群流民也敢如此猖狂！等着，土司大人不会放过你们！昭城边界从此刻正式划清，东到鹰嘴崖，西到落马坡，北抵雪县，南接青祖营地。敢越界进犯者，以命相抵！我立刻安排人手分守4处隘口，轮流值守探查。雪域山路我全都守，探查警戒交给我。殿下，小七要寸步不离守着您。身后有我，你不必担忧有人背后突袭。大人，派去昭城的使者回来了。贡品可曾带来？昭城之人可肯归顺？那醉公主十分嚣张，半件贡品不肯应。她身边还有个男子，一身杀气，险些当场伤我。一群无根流民，占着一片荒地也敢忤逆我？大人，我们是否即刻调兵围剿？点起100人兵马，连夜整理军械粮草。我要醉公主的老狮子昭城烧成一片灰尘。大人，他们队伍人手齐全，还有懂驯兽、冶铁之人，万万不可轻敌呀！区散杀流民，没有正规甲胄兵器，能人再多又如何？天亮之前，我定要将他们尽数擒杀。正面窄道埋绊马索，两侧雪坡藏弓箭手，后路断崖封死。明白，稳住，等他们进射程。冲过去！他们就几十人，你们怕什么？去死吧你们！左侧30人往断崖逃了，右面20人绕过了山脊。妖女，我可是皇上钦点的土司，你敢杀我吗？滚！下次再敢来，这片冻土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废物！100个人还打不过几十人。大人，那铁车有妖法，我们打不过啊！联络周边其他土司和他们联军，他再妖，难不成还能抵挡500人不成？殿下，您歇歇吧。土层还没温透，歇了就要前功尽弃了。二阶，我的异能升级了。绿了，全绿了！脉象虚浮，气血亏空。殿下，您这下至少得躺3天了。我来吧。不用。他俩到底在争什么？病人要静养，队里可就只有我一个医师。那醉公主竟在冻土上让农田一夜生绿，只要是传出去，别说雪域，全天下恐怕都要炸锅。走，赶紧回去禀报给主子。主渠从雪山融水处引，高差3尺，用来自流灌溉。分支渠每50丈一条，排水渠绕着农田外围建，可以防春涝。好，水源稳定了，秋收就能稳制住了。用殿下空间的工具开挖，一天约莫能清300丈。冻土开荒容易伤筋骨，大家累了就轮换休息。挖的时候渠底要平，差1寸，水流都会偏。我修过皇城水渠，不用你教。你慢了。哼，渠底不平，后面堵了可别来找我。进度怎么样？主干渠完成7成，分支渠也已完成3成，预计5日内便可完工。我对主干渠已通，分支渠明天就能挖完。别争了，我要听的是水能不能流到每块田。比快慢没用，殿下要看到的是质量。
赵成竟挖出了长渠，这水渠也是整片雪域水源，我们得立刻报给头。今日召集大家是要定下生存规矩。从今往后，你们100人合力耕种，等到秋收自给自足，绝不让任何人在寒冬受冻挨饿。3条铁律，你们都记住了：偷懒怠工者，扣除当月口粮；聚众滋事挑事者，直接局处招惩；暗中勾结外敌，背叛众人者，处死，绝不姑息。有明确规矩管束，我们不用再四处流浪躲避苛捐，能踏实过日子了。这规矩虽然严了一些，可也都是为了所有人能活下去。所有人都安分列队，没有混乱，殿下不必担忧。明明两边都能护着殿下，非要挤在一起，左右同手更稳妥些。我们部落愿意舍弃旧居，和昭城百姓一同守住这片冻土，生死相依。这份心意我收下了，往后清民便与昭城不分彼此，祸福一同承担。有殿下带领，又有清民部落庆祝，我们往后再也不怕土司欺负了。短短10日，那醉公主竟已聚拢100人，房屋、水渠、田地，样样都齐全。传闻还有催生庄稼的奇异术法，再任由它发展壮大，我们周边几个小土司的粮草、地盘都会被挤占，迟早失去立足之地。我们分开赶路，把消息传给所有寨主，让大家尽快联合出兵围剿，必须趁他根基未稳动手。昭城有人懂野铁驯兽，大家切勿轻敌，务必邀约多方人手一同行动。我阿爹还在的时候，部落也有这样的田。后来起了动荡，火光映红了天，我逃出来，在雪原上走了7天，差点迷失在雪山上。殿下，这片田比我梦里的还好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田了。畜棚搭了双层草顶，防风又保暖。草场分3块轮木，不会啃秃。牛羊共37头，开春估计能到80头。你漏的草够一头羊吃3天了。这不是筐破了吗？我这就去补。水怎么浑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早上还好好的。有异味，不是雪水该有的味道，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救命！文玉，他怎么会出现在雪域？此人长期挨饿，寒气入骨，再晚被发现半日就死了。婉慈，是你。温玉，京城一别，竟已3年了。太子构陷你家通敌，抄了温府。我那时在东宫当差，眼睁睁看着，却救不了你。我知道，我不怪你。殿下救命之恩，温玉愿以此身报殿下大恩。我懂商道
识人脉，可以帮招城对外通商。好，那往后招城的货就交给你卖了。殿下，他睡了，你也该歇会儿了。没事，我守一会儿，省得他半夜出现什么问题。秦昭，什么时候你的眼睛才能只看到我？铁矿，而且是原生矿，品位不低，炼出来打造农具兵器完全够用。这片矿脉延伸很长，足够咱们长期开采了。第3矿了，这山上矿石的储量着实不少。你出力搬运矿石，我负责冶炼锻造，到殿下面前，咱俩都有功。矿山偏僻，我在此看守，防止外人偷摸窥探。这才第1炉，我们先少量熔炼，试试铁矿成色。殿下，这是我们招城自主炼出的第1把铁器，辛苦了。殿下，开采和搬运矿石全靠我出力的。你们2人各司其职，功劳都记着。以后招城所需铁器全部能自给自足了，再不用向外人求求。招城的水渠、粮仓、炼铁炉，还有值守路线，我全都摸清了。黑岩大人要完整城防布局图，我们再隐忍3日，寻一个深夜没人时动手窃取情报。那城内能人不少，我们千万要谨慎，一旦暴露的话，性命难保啊！铁器40把，白狐皮10张，换细盐30斤，布30匹，军械零件5箱。掌柜的以为如何？白狐皮是上等雪域货，就是这批铁器做工粗糙，最多再额外加5斤盐。军械零件我不能给你。掌柜的眼光挺高啊，但若我说我们招城铁器源源不断，往后可月月稳定供货呢？咱们做长久生意，您再仔细盘算划算与否？掌柜的，咱们城内铁器和皮毛的缺口一直很大。行，长远合作难得，就按你说的，零件一并交付，以后有好货就送来。城墙高2丈，墙身厚3尺，夯土混合碎石夯实，足以抵抗骑兵冲撞。南门搭配升降吊桥，整段城防全部完工。各处隘口岗哨我已经安排妥当，日夜轮班值守。3个月前，这里是无人敢踏的冻土死地，现在是我们安稳扎根的城。我们城防稳固，不用担心土司会来犯了。土司联盟主动议和，奉上100匹战马，只求换取后山矿谷开采权。后山矿谷是招城生存根基，等同于我的命根，战马我分毫不要。你回去转告察西，招城早就划定好了边界，他但凡跨进一步，便是死局。你竟敢这般回绝土司，当真不怕我们大军压丁吗？这土司分明是假意诱和，实际想强占我们的矿脉和草场。粮仓存粮数额和内外通道我已经全部记清，这就回去传给黑岩大人。从今天起，招城正式建军。裴进，你来做全军统帅，统管所有作战操练。苏婉慈执掌军政文书和军纪考核。招城军立3条铁律：1. 令行禁止，不得违逆军令；2. 同生共死，绝不丢下同伴；3. 护民不退，百姓在前，将士断后。殿下，我依照您留存的手册简化改编了这个练兵教材，专门适配雪域环境。立刻抄录分发各队，10日一次考核，操练不合格者调出队伍回农田劳作。木枪平举其间，腰腹下沉蓄力，全力之刺。左翼步速出他，3息之内补齐站位，动作不准，全体加练半个时辰。阵型散乱，全队一同受罚。殿下站在高处吹了许久寒风，
看练兵耗费心神，不如回长车休息片刻。这里有他们2人盯着，不会出乱子。不过是基础操练，我1人便能全权把控，何须殿下特意回避休息？军纪考核、人员调度都需殿下定决。眼下正是练兵关键期，殿下留在此处，众人心中才有底气。我只是担心殿下久战受寒，并无分走殿下心思之意。裴大哥和苏先生这是吃醋了，都不想旁人单独陪着殿下。你们各司其职，我都记着你们的心意，不必相争。殿下，站这么久累了吧？我拉你下去走走，躲开他们吵架。大夫，我腹中绞痛难忍，上吐下泻，浑身发软，实在撑不住了。脉象紊乱，却无动偏闪沥之象，也有毒物入体的征兆。寻常疗伤草药服下，竟半点缓解效果都无。方才还好好的，短短1个时辰，营地10几人全都染了怪病。这来历不明的怪病已经开始在城民之间蔓延，再找不到对症法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殿下，我有一件藏了许久的心事，今日必须当众向您坦白。3年前，太子授意我潜伏在您身侧，我的任务便是暗中监视您的一举一动。流放雪域的路途中，我曾悄悄向外传递过3封密信，可一路流亡雪域，我亲眼见您收留流民，开荒建城，拼尽全力护住所有人活下去。太子绝情，弃我们于死地，唯有您一直心怀苍生。今日我便彻底背弃东宫，过往罪责我尽数认领，甘愿领受殿下任何责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婉慈不必自责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。您一直都知晓。这一路走来，你全心全意付出，为我，为昭城，你早已是我们自己人了。从前东宫的事，我从未怪过你，往后便翻篇吧。蒙殿下宽容不弃，往后我苏婉慈此生只效忠殿下一人。昭城所在，便是我命之所在，赴汤蹈火，绝不背叛。我信你。往后我们并肩相守，共护昭城。夜里霜寒风凉，殿下长久站在露天之处，小心冻坏身子。殿下这里有我照看，营帐病犯还等着你配药，你先回去吧。疗伤护人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不劳裴统帅费心。正事刚了结，这2人又开始较劲了。裴大哥又吃醋了，生怕沈大夫多靠近殿下一点。沈大夫，这些汤药全都没用，喝下之后，他们上吐下泻的症状半点没有减轻，反倒越发虚弱了。他们脉象怪异，绝非寻常风寒杂病，这是会传染的疫病。疫病是什么时候开始扩散的？如今染病的一共有多少人？从昨夜发现第1例病患算起，已经整整30人了。若是3日内找不到对症的法子控制传染，疫病会席卷全城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陷入危险。脉象沉细，寒毒入脾，你这几日饮食可有异样？吃过什么特殊东西？3餐都是寻常杂粮，不过我日日都在喝渠里的清水。这水里有东西，立刻全城彻查所有汇渠和蓄水点，查验水质。查出来病根了。黑岩土司派了卧底，暗中在水区与草场水源投毒。那日我发现水变浑了，却没有细查，都怪我。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。库房储备的解毒药材还剩多少？ 3期当归和雪莲马上耗尽了，
寻常草药无法化解此毒，毒病持续扩散会拖垮全城百姓。再撑3日，城内便无药可用了。东城水渠查出3处投毒点位，现已全部封堵。针灸只能暂时压制毒性，治标不治本。找不到解药的话，大家都撑不了茶太久。让开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些究竟是何物？形制和药性我都闻所未闻。轻症寒毒者，口服养元片，可疏通瘀滞寒气；重症寒毒缠身之人，用解毒针剂注射，可精准压制，拔除体内沉积冰寒淤毒。药水温润醇厚，专破寒凝淤堵，温养脏腑脉络。这是真的能根除寒毒的绝世灵药。统一分发药片服用，重症单独隔离开安置。3日之内，我要帐内病患数量减半。多谢殿下出手相救，我们这条命全是殿下给的。殿下，您耗费太多灵力了，不能再继续了。殿下，快喝口温水缓一缓，余下事务我们2人打理便可。一次没能彻底击溃他们，我便再来一次。等毒素蔓延污染整片药田和良田，没有粮食药品，我倒要看看这群流民该怎么活下去。整片荒地的毒素已经全部清理干净，可以重新耕种了。红景天耐寒，安置在高地向阳处；雪莲喜阴凉，栽在后山背阴坡。大黄扎根深，栽种前必须反复松土，不出3日便能完整出苗，7天成熟可采。这片净化出来的土地，往后便定名药田吧。你连续动用能力耗损太大，先停下歇一刻。药田有我盯着，不会出问题。你连日守在医疗帐，也2夜未曾合眼，不必总惦记我。天色不早了，殿下该回城休整了。药田防务交由我看守即可。你不通药理药性，留下也只会添乱，不必再次逞强。你们全都回城歇息，我已经在整片药田布下结界，外人根本无法靠近闯入。毒不死你们，我就一把火烧掉。药法！全城流民户籍已逐一核对，此人入城7日，从未参与过耕种劳作，深夜还多次偷偷徘徊在水渠、药田一带，行踪可疑。城外血泊留有他往返脚印，终点直通黑楚14主营地。幕后主使是谁？老实交代。是黑岩土司，他联合了其他大土司以及白狐、赤灵2个小部落，命我污染水源，耗尽招城存粮与药材，待城内撑不住，再瓜分招城。立刻复核全城所有人户籍，逐户上门排查监细，水渠各处加派值守岗哨，药田彻底封禁，城门出入严格盘查，招城内部绝不能留下半分隐患。遵命。招城疫病方才平息，城内元气尚未恢复。我麾下200精锐，足以踏平这座小城。全军向前进发，合围招城，务必给我困死城内所有人。3部援兵随后就到，今日便可切断招城所有对外通道。不必主动出战，他们想以围困拖垮我们，可论储备和地利，我们远比他们耗得起。全境水渠防护堤统一加高3尺，24人分4班，日夜轮守，每一个时辰查验一回水质，实时上报。城门内外陷阱、铁骑犁、翻板机关全部布设完毕，但凡有人贸然闯城，定让他们有来无回。雪豹地面巡边，灵鸟高空预警，3里之内，但凡敌军调动，探子前行，转瞬就能给我们传回消息。城内无人慌乱出逃，温玉外出通商的商队方才返城，新增粮草存库充足。
此次换回物资足够全城2月吃用。药田也成熟了，守城伤病无需担忧。他们不敢强攻，我们招城粮草水源都无忧，能和他们耗数月。联军长途驻扎，粮草补给难继，他们耗不起。整整3日，招城城墙坚固，粮草充盈，我们随军却粮草日渐损耗，再耗下去，军中将士连吃食都难以为继。招城有铁车储物、催生疗愈的诡异术法，还有奇效神药护着全城百姓。若是强行攻城，我部人马必会死伤惨重，得不偿失。再围困3日，给城内最后时限。3日后若招城仍不肯开城归降，全军即刻拔营撤退。黑岩扎古已经弃你们而去，如今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：想继续死战，还是安分求和，归降我们招城。赤岭部去年遭遇特大雪灾，部族存粮仅剩半月，早已撑不住寒冬。黑岩强行抢占了白狼部赖以生存的冬季草场，你们是被迫结盟。真心归降招城者，粮草药材招城尽数保障，保你们部族安稳过冬。若执意负隅顽抗的话，仓皇逃窜的黑岩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我等愿归降招城，自此听命于殿下，听候差遣。今日安抚土司，敲定盟约，文治立功，我要恭喜苏大人了。什么立功？不过是为殿下分忧。裴统下不必心急，以后肯定还大有机会。雪域各部地势、人心、恩怨纠葛，我最熟悉。往后各部交涉、边境谈判的差事，不必劳烦2位，尽数交给我去即可。殿下，粮仓已经装满了，今年我们大丰收，足够城中万人过冬了。殿下，今日我搬了好多粮食。粮食干燥无潮气，密封储存，可安稳存放2年，足够应对来年任何围困。红弦腰、雪莲、大黄总计3000斤，炮制加工药材800斤，全城百姓治病疗伤所需药材一应充足。城内牛羊总数突破300头，每日稳定产出鲜奶20斤，肉食供给再也不用依靠狩猎。此番出关通商，换回金银5000两，细盐300斤，军械零件100箱，物资储备再度不足。殿下，我已调节完周围居民和部落的纠纷，城里一片和谐。铁器工坊本月锻造战刀500把，箭矢5000针，守城器械量产无忧。收到。全城城墙加高加固不完工，练兵场扩建3倍，可供全部将士同步操练。我带清民去野外囤积了药材和粮食，他们也物资充足。黑岩部落我都派人盯住了，殿下放心。诸位功绩我都记在心中，你们无需争相邀功，有你们在，招城一定越来越好。一介废黜罪公主，竟在雪域扎根建成，还富足兴旺到这般地步。她活着1日，便始终是我心头大患。东宫调集的5000正规边军早已整备完毕，粮草军械配齐，只等殿下一声令下便可奔赴雪域。传我密令，大军即刻开拔，踏平招城，去秦昭首都回京，其余归附流民部落，全部发配苦寒之地。城墙高3丈5，厚4尺，有藏兵洞12处，箭楼8座。练兵场也扩建了3倍，可同时操练3000人。这是我给招城做的统一制式军械，品质精良，近战远攻都可用。此外，我们守城军械储备充足，可全员配齐。进来，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我在房车外层加装了钢板，车头装了撞角，侧门改成了射击孔。这座房车现在不只是一辆普通的车，更是我们的战车。这车能冲阵？可以冲阵，而且杀伤力极强，是我们决胜的底牌。不能轻易动。招城城高粮足，铁骑齐备，太子殿下只派了5000人，真的能拿下他们吗？我们的户籍制度是统一入籍，按户分田。田亩制度为人均5亩，多劳多得。物资分配按口粮、劳技、军功、
分为3级。条理清晰，贴合雪域民情，可以直接推行。殿下连日操劳政务，救治病患，不如喝点温茶去火，润润嗓子。今天还没扎针调理呢，这事可拖不得。我的身体没事。新的政令今天就贴满全城吧，明天开始执行。太子殿下许诺，只要你倾力出兵，配合我们剿灭昭城，日后整片雪域便归你全权统下。另外还赠你金银万两，你意下如何？那昭城长公主身怀诡异术法，能治百病，稳军心，绝非寻常对手。就算我们联合起来，也恐难以匹敌呀。太子出5000精锐边军，加上你麾下的联军，总共有3万人马。秦昭那些妖法不过是唬人的幌子，难道真能挡住我们铁甲大军不成？殿下，请恕属下隐瞒真实身份，我其实是江湖第一情报网千机阁的阁主，麾下3000密探遍布各州郡，天下之事无所不知。太子密使已潜入大土司营地打入密谋，朝廷5000边军预计7日后抵达昭城外围。大土司集结25000精锐，准备合伙围剿昭城。可有具体行军路线？朝廷边军走官道正面推进，牵制我方主力；土司军绕至后山隘口，截断所有退路。10日后，两军同步发起总攻。10日缓冲期足够了，正好让他们看看到底是谁围剿谁。我今夜便暗中潜入取了那秦昭首级，便是头功一件，到时候高官厚禄还不是唾手可得。谁派你来的？是太子的人。殿下，其实我本名桑询，是雪域正统少主。15年前，大土司联手叛军，弑杀我父王，篡夺王位。我流亡雪域多年，改名野寻，苟活至今。茶溪、黑岩全是叛党余孽，恳请殿下助我肃清叛党，一统雪原。我桑询这条命，从今往后便是殿下的。你隐姓埋名多年，本心未改，赤诚难得。我既立昭城，便行正道之事。我应允你，助你肃清雪域叛党，还雪域一个太平。属下此生誓死追随殿下，绝无二心。集结全部人马，7日之后破晓出征，踏平昭城。我要亲手拧下那秦昭的脑袋。这是我研究的加扣双层嵌合甲，寻常剑士根本穿不透，就是沉，要比旧甲重3成。沉，但是能活命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换装，体力跟不上就加练体能，总比丢了命强。长矛再加长半尺，矛尖改成3棱形，穿刺力会翻倍。弩箭加装尾翼，射程能再加50丈。守城滚木换成铁鼻犁，专扎马腿破阵型。殿下，这些形制不像是大药的东西。你只管造出来，无论它是哪里的东西，好用就行。这是第3波了，今晚应该能装完500套。去歇歇吧，剩下的我来盯。殿下，我也想汇报进度。好，你说。工兵队300人连夜装配赶工，明早就能全军都领上新甲了。3日后焚晓，你不攻东门，我不攻西门，城内有我们的人接应，城门一开，直接长驱直入，去秦昭手足。他就算有妖法傍身，还能挡得住我们3万大军不成？今晚我就要让昭城变成一座死城。盾兵在前，步兵压后，弓弩手分列2翼，斥候散出3里侦察，翼兽随中军待命。演练开始。阵型练熟了就加战术，盾兵正面扛伤害，步兵从侧翼切割，弓弩手压制敌方后撤点，斥候实时报动向，翼兽专门绕后断其粮道。青民队300人，熟悉雪域地形，专打雪地埋伏，专啃敌军侧翼。
灵鸟负责高空侦察，将敌军动向尽收眼底；雪豹负责夜袭粮草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益寿府兵保证给殿下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随军医疗队100人，战场急救可全程跟进。我亲自随军，争取最大限度减少伤亡。你们都做得不错，但你们记住，战场上协同作战第一，争功第二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安全回来。将军，昭城城墙高达3丈5，全是加固青石，铁骑军械全是自制，军队列阵操练章法严明，根本不像是流民凑出来的乌合之众。再强也不过几千人罢了。再去探，3日后发起总攻踏平这个破城。东边朝廷边军，西边土司叛军，这2路人马马上要会合了。殿下，联军先锋主力已抵达30里外扎营，但比起外敌压境，城内暗藏的隐患才更棘手。归降的赤岭部部首领行迹诡异，近日屡次借打猎为名出城，行踪飘忽，方向直指联军主营，十有八九是暗中通敌了。不必打草惊蛇，我们将计就计，放个假消息出去，趁机引蛇出洞。殿下放心，假消息已经精准送入赤岭部耳中，属下的密探全程潜伏监视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大战在即，要以稳住民心为先，不能引发恐慌。你们派人在暗处埋伏待命，等时辰一到，即刻将那赤岭部首领拿下。今夜子时，我派人开启东门接应，大军趁夜色入城，一举拿下昭城，诛杀秦昭。此人身为归降部族首领，受昭城庇护，却不思感恩，暗中私通外敌，密谋打开城门，引联军入城。按昭城律法，叛城者死。我立昭城律法，不是为了束缚大家，而是为了护全城百姓安稳度日。谁若再敢私通外敌，背叛昭城，今日之人便是他日下场。大战在即，全城防务即刻调整。东门守将立刻换防，各处隘口重新划分值守兵力，严防死守，不留半分漏洞。叶巡，你熟知雪域地形，即刻带领清明巡防队驻守北城，严防敌军雪地偷袭。属下领命，誓死守住北城。赵哥，铁器攻防全面转入军工加急模式，全员轮班，昼夜不停，加急锻造军械，补足守城物资。攻防即刻全员值守，日夜赶工，绝不延误半分。楚生，全面开展密探情报网，城内城外皆向营寨，一举一动尽数探查上报，城内绝不许再藏1名内奸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全城布控，无死角监察城内。殿下，防务整体交接需耗时3个时辰方能稳固，此刻城会空虚交替，正是最薄弱之时，联军极有可能趁虚强攻。我清楚，所以今夜全员值守，他们赶来，就狠狠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不是说换防空虚，中计了，撤！战争形态启动。盾兵随我正面破阵，去，给我烧光他们的粮草。尝尝我的秘制药粉吧，都给我倒！即刻退兵，或是全军覆没，你们2选1。殿下，属下率队正面冲锋，突破敌军主阵，斩获敌手30余掌。殿下，我已带人焚毁敌军全部粮草，他们未来3日都将无粮可用。我方才撒出麻痹药粉，放倒敌军100人，大幅削弱了他们的战力。这一战我们虽然胜了，却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他们强攻失利，却并未彻底溃败。接下来他们定会改换战术，长期围困，尝试耗死我们。硬攻不行，那就给我围死，切断他们的商路，断了他们的粮道，耗到他们饿死为止。3万对8000，老子耗得起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农兵轮换制从今日起正式执行，甲队守城练兵，乙队下地种田，10日一换，不得懈怠。
守城、产粮，一样都不能落。有2阶已能稳固滋养，应该够护住这季青稞的收成了，能确保城内粮食不会断档。殿下，虽然路被封了，但我已调整筹策，如今城内物资互换，自产自足，哪怕长期围困，也足以支撑我们长久好守了。殿下，攻防今日初见200支，军械库存持续补足，能源源不断供给城头守军。矿石还是我带人搬的呢，你咋不说？你们都辛苦了，去忙吧。粮食和箭矢都是我们守城的底气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如今昭城守备稳固，强攻难破。我们混作百姓，从暗道潜入城中，找准时机杀了长公主。只要她一死，昭城便会不攻自破。灵鸟雪豹从不乱飞，西侧有潜藏杀气，有刺客摸进来了。刺客均已制服，捆起来留活口审问。殿下，院内局势未稳，还是让我护着您吧。是鹤顶红，见血封口。这群刺客是奔着刺杀殿下来的，条府各处提前防范，绝不给他们下毒的机会。今夜若非灵鸟提前预警，雪豹近身围堵，刺客不会暴露的这么快。云禾，你驯养的异兽是昭城最隐秘的防线，做得很好。他们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天生护主。在我心里，昭城可破，但殿下不能有事。您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。暗夜守备最是薄弱，臣恳请增设夜间轮值护卫，分层布防，绝不再给刺客半分可乘之机。30天，我们重兵围困，本以为能活活困死他们，结果呢？城内该耕种耕芥，该制药制药，半点都没困住他们。再被动围困，被耗死的不是昭城，是我们。我军粮草日渐枯竭，兵士疲弊厌战，拖得越久，我们的胜算也越低。不必再等了，明日拂晓，倾尽全军剩余兵力，发动全面总攻，拼死一战，也要踏平昭城。敌军双线压境，我们便双线破局，裴英留守昭城，抵御城外朝廷边军主力，死守城池，直捣土司腹地，端掉他们的老巢。殿下只需拨我500精锐，7日之内，我必攻破土司主城，断掉联军的后路根基。我随你同行。我们此战不以杀戮为先，而是攻心为上，沿途分化收服各部，最大限度减少部族损伤，平稳收复雪域属地。有你统筹安抚民心，分化敌势，我便放心了。此战定能稳妥。东西2防务由我全权坐镇，死守城池，城中安危可尽数交于我手，殿下无需忧心。这是招降书，你分发给沿途部落，告知各部实情。就说大土司祸乱雪域，我们此番出兵，只为讨伐叛贼，替天行道。大土司已经自身难保，开城归降昭城者，可安身立命；负隅顽抗者，死路一条。15年前，你勾结叛党，弑杀我父王，篡夺雪域王权，
今日旧债新偿，就由我来亲自取你性命。我乃雪域正统少主桑询，从今往后，雪域全境部族共耕共牧，共享物土，执意逆反作乱者，一律处斩，绝不姑息。雪域全境疆域、部族、土地，自此今数归属于昭城管辖。秦昭殿下仁德治世，护佑万民，为雪域共主。现在雪域全境平定，疆域大开，我即刻扩建3倍工坊，全系量产军械，彻底补足我们昭城全城的战力。不止雪域，商路彻底打通后，我们和南北疆域的往来贸易都将翻倍增收。雪域全境尽数归入秦昭手中，大土司兵败身死，2万部族联军不战自散，彻底瓦解。这还打什么啊？从头到尾太子都在诓骗我们，说什么土司兵力雄厚，稳操胜去，结果让我们白白耗死在这雪域荒原。昭城的告示早就传开了，归降者可分田安居，安稳度日。我们又何必再为东宫卖命送死？太子构陷长公主，私通叛土司，挑起战乱，残害雪域百姓。凡联军士卒愿归降者，一律分田安居，既往不咎，免罪安身。我家3代皆是佃农，世代没有田地，若是归降昭城，就能分得良田，再也不用苛捐杂费呀！早听闻裴将军治军仁义，只收降兵，不斩曹族，不辱战俘。留在太子大营，我们只能白白送死，还不如投奔昭城。各位放下兵刃，上前登记造册，入城即可分田分屋安置居所。昭城言出必行，绝不欺人。短短数日就让军心尽散，1000兵士临阵叛逃，连一座孤城都攻不下，你简直是个无能废物！殿下，我们大势已去啊！雪域全境归顺昭城，土司覆灭，我军后路尽断，军中人人厌战未死，早已失去了再战之心。今日我定要踏平昭城，取你首级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今夜大雪遮蔽视线，敌军也久战疲惫，军心浮躁。今夜天时尽数在我昭城，所有人听令，全军开城出战，一举击溃来犯之敌。分割阵型，逐个击破。全军冲锋！上！前方敌军已中毒烟，速速上前擒拿！太子视尔等性命如草金，弃士卒于死地，你们还要为他赴死吗？迷途知返，弃械归降昭城者，可得生路。你们还不投降吗？站住！所有人都给我回来，不许退！太子，大势已去，你输了。妥善收编归降士卒，整肃军纪。昭城军扩编至3000精锐，雪域的战事彻底结束，外头的隐患也都扫清了。即刻全军拔营，班师回京。这次回去，我要清算太子的罪责，把颠倒的黑白全都掰回来。雪域交给我，殿下放心，我向您保证，边境安稳，部族归心，
绝不出半分乱子。雪域的城墙、水渠、工坊，我来守着，后续的基建修缮也会稳步推进，请殿下安心。商路不断，粮草不绝，我向您保证，后方供给绝对万无一失。殿下放心去吧。请殿下放心。我招承铁军之粮，从不劫掠百姓，不扰民生，为朕疾苦，安定万民。多谢长公主，多谢长公主救命之恩。我等早已厌倦战乱，愿归降铁军，誓死追随长公主。放下兵器，入列登记。招承善待降卒，既往不咎。殿下，左侧防务由我全权镇守，保证寸步不离，护您万全。前方沿路州县守军薄弱，军心涣泄，只需传槲告知归降政策，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尽数平定，免百姓受兵戈之苦。殿下连日劳顿，嗓音干涩，先润喉歇息片刻，切莫伤了身子。今日我大军兵临城下，只为清君侧，肃朝纲，绝不强攻帝都，惊扰万民。还记得当年长公主何等风光，到头来被太子和外戚联手污蔑，一纸圣旨流放雪域苦寒之地，受尽搓磨。当年人人都觉得她必死在荒原，没想到她竟能一统雪域，治军安民，反倒是太子昏庸贪权，搅得天下民不聊生。可不是吗？太子为坐稳储位，不择手段，我看这天下还是得长公主才能拿得稳。陛下密令，知晓长公主率兵归来，倾诉艰险，特令奴才前来接应，请长公主即刻随奴才入宫。殿下，臣率先锋先行入城，把控城门要道。驾！长公主终于回来了，往后这江山总算能安稳太平了。父皇，是秦昭蓄意谋反，割据雪域，他手握重兵逼宫入京，儿臣是为了稳住朝局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您龙体欠安，千万不要被他蛊惑啊！秦昭，你胆敢带兵逼宫弑杀亲弟，你就不怕天下人唾骂吗？当年你构陷我通敌，致使我流放雪域，甚至派人半路截杀，步步紧逼之时，可曾念过半分姐妹情分？陛下，太子罪证在此，他私通雪域叛党，贪没军粮，构陷长公主，挑起边境战乱，桩桩件件，皆人证物证俱在。陛下明鉴，长公主当年无故蒙冤，流放路上受尽磨难，太子借陛下病弱放权，肆意构陷。臣恳请陛下废黜太子，还长公主清白。朕身子抱恙，竟让你钻了空子。你仗着朕体弱，肆意栽赃至亲，残害将士，祸乱江山。传朕旨意，废除太子储君之位，打入天牢。所有涉案外戚党羽，一律拿下查办，彻查到底。昔日流放之冤，今日得以昭雪。我秦昭一身傲骨，清清白白。朝局新定，朝野无主，恳请陛下封长公主殿下临朝理政，稳住天下大局。朕体衰神疲，无力治国。长公主秦昭流放雪域而不屈，开荒建城，平定叛乱，收复失地，功盖社稷。朕今日禅位于秦昭，命其即日登基称帝，总揽全国军政，改元昭宁。朕不要虚号，要实政。今日昭宁国上下起行新政：一、开边关户市，货通天下，商税养民；二、轻徭薄赋，鼓励农桑；三、整肃贪腐，不养天下巨贪。吾皇万岁万岁！万万岁！今夜我执业，任何人不得入内惊扰陛下。陛下要的新政细则，我整理好了。裴将军还不打算让开吗？安神药熬好了，我送进去。陛下连日操劳，总得顾着些身子。都进来。争什么？只要朕活着，你们便都是朕最亲信之人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昭宁开国，功臣封赏，世代承袭，各掌权责。裴进封昭州大将军，总领天下边军与雪域兵权，掌虎符调3军。臣领旨，裴进愿为陛下驻守国门，不死不退，护陛下永生安稳。苏婉慈封内阁辅政大臣，执掌朝堂谋略与政令推行，参作机议总揽文书。臣领旨，定保政令通达，朝无滞碍，为陛下排忧解难。沈无药封太医院药司总管，统筹全国医药体系，获人无数。臣领旨，无药此生只愿天下无病，陛下康健，药食生香。野寻封昭州巡防统领，管辖雪域全部部落治安，维稳边疆。臣领旨，桑巡定保雪域安稳，陛下疆土无忧。陆时封部一品将作令，统筹全国基建军械建造，固我山河。臣领旨，陆时此生愿筑城造器，保陛下盛世根基。云和封农牧益兽司总管，掌管天下粮产、畜牧与益兽管控，仓廪丰实。臣领旨，臣定让天下人吃饱，牛羊满山，让陛下安心。阿古封昭州镇守将军，驻守边关国门重镇，御敌于外。臣领旨，只要是陛下的疆域，臣扛得住，守得牢。赵哥封工部矿军械主事，主管冶铁采矿，军备锻造。臣领旨，臣保证做到铁器自给，器械不缺，甲兵天下无双。楚生封天下情报司首领，管控全国明暗情报网络，洞察秋毫。臣领旨，保证天下事无所不知，无一不禀报陛下。温玉封通商杂吏全国商贸过调财政，货通天下。臣领旨，保证让银子流起来，百姓富起来，过库充盈。小七封宫中大总管，执掌陛下府邸内务，传令调度，中枢之要。殿下，不，陛下，臣在，臣永远陪着陛下。沈玉封内库物资总辽仓储，物资分配巨细无遗。臣领旨，阿玉定管好东西，不让陛下操心。你们12人都是和朕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雪域流放到今天金殿封侯，朕会永远记住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同朕生，与朕死。臣领旨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雪域来信，昭州的雪莲盛开了。那是朕亲手培育的净土，冻土上活下来的东西比别处都坚韧。陛下，新政推行3月，商税增2成，流民减少7成，百姓安居。太医院新设州县医馆30处，雪域药田扩至1万亩，伤寒药材储备充足。情报网如今覆盖天下州县，太子余党尽数清理，朝野清明。军工作坊扩至10座，月出战刀1000把，军械充足，牛羊存栏破万头，粮产够3年储备，仓漏十足。国库充盈，西域商队下月抵达，户市规模再扩1倍。京城城墙水利修缮完毕，固若金汤，百年不倒。雪域部落归心，再无叛乱。边关安稳，无人敢来犯，国门稳固。陛下，府邸内务都好了。朕是末世来的人，原以为这辈子只能一个人战死，没想到能带着你们活。你们12个不是臣子，是朕的命。朕在，你们在；朕不在，你们也得在，替朕守好这山河。臣等誓死追随陛下，生死不离。这里是朕的昭宁盛世，朕的12人，朕的家。